Hello，大家好，今天是4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昨天阿哲在直播中所讲到的纳斯达克重要支撑位，没想到美股周一就一步到位，这里空头要特别小心，落袋为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里有机会是再次的反弹低点。英伟达、特斯拉等个股也在支撑位上出现止跌信号，是昙花一现还是蓄势待发？学会看懂假阳真底即可。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7，阿哲同样会用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大环境如何，在昨天出现大幅低开后出现高走，而后整体收阳，目前的市场来到了关键支撑位上产生假阳真底，这是一个目前观察市场重要的方向。阿哲同时也会依旧按照空间技术日内的支撑压力位，告诉大家在周二关键的支撑和压力在哪。在讲解完指数环境之后，在第2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来到个股的专项解析。阿哲会重点讲解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交易机会，而后我们在资金和动能上会讲解 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皮尔 TR、博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实际标的的短线交易策略，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因为阿哲日常所分析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的时长往往会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阿哲视频的时长，那么阿哲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点击视频播放轴上的这一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所辛苦整理的。那么你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就会立马看到，立马跳转到对应的内容。您可以优先观看最想知道的某只标的的分析。希望以上的设置能够解决您的部分烦恼。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更加希望您能够从头到尾认真观看这3个部分，更加了解阿哲目前的行情观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所谓的关键支撑，是阿哲最近这1个月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市场目前处于熊市进行时，在前期对170天均线出现了有效的破位之后，开始市场由牛市步入到了熊市可能发生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股价破位170天均线之后，有一个关键的支撑，就是曾经最后的波段高点到170的距离，它往下投射1倍的空间。我们认为曾经170之上的这个乖离程度所遇到的高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而投射到下方，它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是一种股市当中空间投射映射的原理。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破位170前，纳指的高点是20110.11，而当时所垂直对应的170的数值是18502.807，而往下投射1倍空间，你就会来到另外一个数值是16895.49。而昨天开盘大幅低开，盘中快速下打，是不是打到了这附近，创出了大概16850左右的低点，最后收出了低开高走的一根假阳线。所以对于支撑位上出现这种长下影线、假阳线、低开高走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个支撑位是有效的。所以当时盘中开盘下打，我们就应该小心空头的获利仓位应该兑现了。那么目前阿哲对于美股市场的观点是，纳指不跌破16895.49，那么你的空单在这里一定要小心，不要再盲目的加仓，也不要再盲目的开新的空单。当股价后续能够收盘跌破这个2倍的空间支撑时，我们才认为市场彻底步入熊市，我们再去加大您空仓的仓位，以及再去开新的空单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来得及。但假如您在没有跌破这个关键支撑位之前，再次在此处去做空，那么阿哲认为风险系数会特别高，至少比之前三阳小顶见顶时要高太多了。这一个支撑的有效性是阿哲认为此处容易形成再一次反弹的其中一个依据。那么接下来阿哲会通过这根 K 线假阳线来告诉大家，这根假阳线如何判定止跌有效，以及何时为多头买入时机。我们需要再次的学习一个知识点，叫做假阳真底。这个知识点呢，有一个口诀叫假阳真阴，务必小心假阳真底买入时机。
假阳真阴，说明市场当中出现上涨时遇到了一根阳线，但实际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这种叫假阳真阴。上涨时遇到它一定要小心，它很容易是在破位之后形成的另外一种高点。那么假阳真底买入时机，意味着这根假阳线如果不是上涨当中产生，而是下跌时产生，它就有机会成为一个低点。而这个低点如何去形成，以及这种假阳线如何去识别，我们看到要关注的下跌当中的假阳线，它的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明确它处于下跌当中，怎么去确定？我们需要在一轮下跌时，假阳线为4号 K 线，4之前为123，那么3号 K 线的最高价格比2号 K 线和1号 K 线的最高价格都是低的，意味着短期股价整体是下移的。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假阳线才是下跌时关注的一种假阳线。第二个条件是假阳线的低点是不被跌破的，它的低点后续不能被跌破超过2天，就偶尔收盘跌破一下可以，立马第2天得要收盘站回来，最好是完全不去触及是最好的。那么第3个条件是假阳线的高点要被收盘给突破，它可能可以隔1-2天突破，但是它必须在3天内收盘突破，隔了3天或3天以上就不太好，就相对意味着比较弱一点。阿哲举一下案例，像现在大家所看到是纳指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阿哲用假阳真底的信号显示出了最近行情所出现的假阳真底，那你会发现这些位置都属于假阳真底，包括昨天最新的这根 K 线。那么假阳真底如何判定它更容易产生低点？首先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2个条件，只要图表当中所显示的假阳真底它都是满足的，那你会发现这一天是不是下跌途中出现了假阳真底？它的前方是3号 K 线、2号 K 线和1号 K 线，是不是3的最高比1和2都低？好，是下跌的方向。那么这一天出现了低开高走假阳线，我们要求3天内高点要突破，突破则说为它这个假阳真底的效果极佳，至少可以说值得参与。那么这一天可以作为买进操作、看涨操作，而这一天的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或者说不能跌破超过1天。我们再看到这个位置也是假阳，但是它的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了？所以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因为这根假阳来判定它能够去买进。像前方这里也是假阳真底，高点隔天突破，然后第2天又突破，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假阳真底。那包括后面你所看到的，像这里假阳真底，它有被突破吗？它其实隔了3天才被突破，相对弱了一点，但这里是不是也是低点？只是它后续跌破了2天，跌破2天，这种假阳真底就比较弱一点点，尽可能呢我们就不参与了，放过。这一天也是假阳真底，低点呢没有被跌破，高点呢第2天突破，所以它可以去操作，可以博弈一波假阳真底的反弹。包括这里也是假阳真底，没跌破反而突破，所以也有一个反弹空间。那么直到目前为止，这一波下跌以来，有哪次又是假阳真底呢？你会看到这里它是不是也是假阳线？那为什么这个假阳不能作为假阳真底？因为它前方的3号 K 线比2号 K 线和1号 K 线是不是没有比它们都低，它比2号 K 线是高的，所以不是很流畅的下跌，这里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假阳真底。那么像现在这里，它就属于假阳真底，昨天为3号 K 线，3的最高比2和1的最高都低，流畅的单边下跌，而后出现假阳线，同时假阳线底下是有支撑的，这种回踩支撑出现的假阳线、假阳真底，我们更加关注。那么我们就明白了目前的行情怎么去看待这个支撑位上的假阳真底。我们应该把它的低点化为防守，未来不能超过2天收盘在它之下，偶尔跌破1天无所谓，快速收回就行。那么只要这根 K 线处在这里，没有被2天收盘跌破，那么我们就认为空单不是那么好去开，而你可以等待一个博弈反弹的机会。这个反弹的机会要看待多头是否强势，则收盘价3天之内突破是最好的，突破之后可以尝试去博弈这一个低点反弹的利润。但大家注意了，因为目前还处于下跌的市场，所以哪怕去买进去做多，真出现了买入信号，我们也是轻仓小仓位博弈反弹而已，千万不要重仓去看涨，因为这里是否真的是一波下跌的真正底部呢，还有待确认。
这里只能说有反弹的机会，反弹的可能。但至少这一根阳线出现之后，我们知道空方要小心，而多头能够稍微有所喘息。而至于它的方向是否能够选择，在本周我们还是要关注关税以及通胀报告，这是真正能够影响市场走向的。这两者之间一旦有一个不好，那么我们知道它很容易就出现2天下跌破位，那时候空方就是机会。相信以上的第一部分关键支撑和第二部分假阳真底，你如果能够熟悉并且学会，那么在市场当中，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你都能够有所了解。这也是阿哲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方向，一个应对的策略。空方小心市场反弹，多头略微能够喘息。在大体对于美股市场、对于纳指的环境有所了解之后，那么对个股上的策略制定，您就能够进一步的更全面的去考虑。在稍后，对于特斯拉等个股也出现了假阳真底，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讨论。如果以上的2个方案对您是有所帮助的，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观看阿哲视频之后，点击底下的点赞按钮，点上一个小星星送给阿哲。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观看视频之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在有所收获的情况下，阿哲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我们交一个朋友。点击订阅之后呢，您可以点击全部铃铛按钮。那未来阿哲讲技术频道所有关于美股的观点以及技术分析，您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感谢您的订阅和观看。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有关空间技术点位的计算。这一部分技术呢，是阿哲每天会计算美股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以此去判定多方和空方是谁强谁弱，进而我们去知道短线做多和做空它的机会和风险。像前面我所讲的假阳真底，以及稍后讲到的这一个空间技术，都是后续除去指数之外，个股我们同样会用到的方法。所以关于这个知识点，大家也要认真的去收听，它呢是阿哲日常所观察的一个方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有一条信息，这是阿哲美股开盘之前都会每天发送更新的 Telegram 盘前解析。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您就有机会能收到阿哲盘前的这条限时福利短信。我们来看到昨天所发布的这条盘前解析，这是在3月31号阿哲在香港时间5点13分所发布所更新的内容。阿哲有讲到，在周线上其实出现了负阴线，有机会我们再复习一下负阴线。而在价格上呢，这属于周线空头的信号，按照负阴线的方案我们去处理。也就是说，在本周的周 K 线后续形成之后呢，它的高点将会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目前的美股它还是属于做空的机会，或者说去找反向标的的机会，关注下方的一倍支撑，是不是昨天盘前就讲到了这个支撑位，而我们看到盘中跌到这附近就止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空头的仓位设置了。这是阿哲每天盘前都会更新的一个观点，相对带有主观性，会用很多技巧去分析。而底下的空间计算点位就比较客观和理性，阿哲呢是每天基本上雷打不动都会去更新发布，一般会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日内的支撑和压力点位。你呢可以直接把这个点位作为日内的分时钟的支撑和压力，同样也可以作为多空的点位的研判。简单为大家讲一讲它的使用方法。像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右侧上方就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看到上方的图表，上方的 K 线只要出现了一个红灯，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纳指预测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支撑被跌破，是不是空方比较强？所以它日线上会亮出红灯，意味着空方强势，小心风险，股价有下跌的机会。那么一波行情只要连续的红灯，那么说明空方很强势，这一波行情基本就是下跌的。其中呢，哪怕偶尔有绿灯，绿灯说明什么？说明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预测日内的压力被收盘突破了，很强势多头，但第二天又变成空方强了，说明是下跌中的一个小反弹而已。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灯它会不会持续出现，如果持续红灯，那么做空就很安全。而绿灯出现之后，它能不能持续？如果能持续，做多则会安全一些。像之前这里有绿灯吧，第二天就红灯了；这一天有绿灯吧，第二天没有红灯。
这一天有红灯，第二天立马绿灯，那是不是说这就是一个多方走强，空方走弱的信号？股价后续是上涨的。只要是绿灯后立马红灯，说明空方强；而如果是红灯之后立马绿灯，说明多方很强。所以一个呢为卖点做空点，一个为买点做多点。而你会发现这一天出现了绿灯，隔了一天之后出现红灯，那这个位置则告诉我们连续的上涨到这里要小心了，空方又开始变强了。除非第二天立马又是绿灯，不然的话要小心它的持续性。你会发现现在是不是持续连续4天4个交易日都没有绿灯，这又是一个红灯的持续性。所以在最新的图表当中，我们用红绿灯来去交易，其实目前为止多方还没有变强，而当前还处于空方强势的行情当中，还在惯性下跌。所以这里呢，阿哲要告诉大家如何在今天出现绿灯。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最新的这2个点位，其实刚好这个红绿灯产生的点位和假阳真阴有所共振。今天预测的低点是16836.53，如果收盘跌破它的价格，只是一个红灯，说明延续下跌，那么就说明多头要小心了，不要轻举妄动，并且空方是继续能够去操作的。而假如今天收盘价能够突破17317.14，则说明是一个绿灯，在假阳真底之后出现绿灯，则说明再次的确认这里是反弹。但这里阿哲要提醒一句，就是行情呢，它不是必然会产生某种现象，所以它不一定会突破和跌破。如果在这一个位置内产生，则说明方向还不明确，依旧在下跌惯性的下滑当中，直到某一天出现上破和下破，出现红灯或绿灯，才是方向性的选择。所以阿哲每天盘前都会更新这个最新的盘前点位，如果您是订阅观众，记得每天盘前及时的领取得到。阿哲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可能您不知道如何去领取每天盘前解析，这里阿哲稍微教一下各位怎么领取。您点击一下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的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这条评论当中你会看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的链接，点击链接之后您就可以找到助教了。不过找到他还没有结束，因为助教每天所接收到的咨询是比较多的，他也不知道哪些同学是想要盘前解析并且是订阅了阿哲的，所以您得要提前主动的跟他讲，您需要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这个口令呢就是盘前解析的盘前2字，发送给他之后他就明白了您需要盘前解析，他才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如果您不发送这2个口令，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帮到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的是，如果您是订阅观众，其实盘前解析只是学习的一小部分。对于订阅观众，阿哲还有3重的福利，其中1重福利呢，就是阿哲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啦。那么像第1重和第3重，分别是粉丝群组以及内部的进阶知识，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点。这里要明确说一下，粉丝群组不是每一位订阅观众都有资格能够进入。因为群组的人数有所受限，我们不能够让太多人进入，不然的话不好管理和教学。阿哲更加希望进入到群组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热爱技术分析的，所以会有所门槛。那么这个门槛是什么呢？就是您至少要参加过1次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完成过1次阿哲团队老师所布置的内部直播的课后作业，这样的话才会在批改合格之后邀请您进入粉丝群组。那比如本月，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共同去开办的就是龙头解析班。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您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本月的学习当中。我们会讲到龙头的一些战法，如何识别当前市场的龙头，以及市场资金所共同流进的某些方向如何去识别。这是龙头解析班当中我们通过技术面所去探讨、所去研究的一个方向。那假如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想要参加这个课程，那么记得找到助教老师之后，还可以顺便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给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开始讲解有关个股的解析。刚才呢是对于整体市场环境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目前的点位容易反弹，但它的力度还有待确认，有可能它这里会出现的是震荡，而后再上破看涨，亦或者在震荡之后呢下破继续看跌。但我们知道的是，这里它容易产生止跌，
还没有那么容易快速的去跌破，所以这个地方空方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而多头也要打起精神。这是目前对于指数环境的一个观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找寻个股的一些机会。我们先看到特斯拉，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第一个维度空间的分析。在股价前期上涨3小顶到达 287.13 之后出现了压力，而后回落。那么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说要看2个价位，这个价位就是 267.92 和 257.34。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连续的上涨大幅的起跳，它是突破了前方这个空间区间。那么正常来讲，这种跳空突破应该是有效突破，而对于压力的有效突破，它就应该转为支撑。所以你会发现的是，昨天虽然大幅低开低走，但整体最后收盘在 257.34 之上，所以目前这个支撑位依旧有效。同时它是回补了下方的缺口，而最后收盘还在缺口之上。整体来讲，昨天的盘中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多方信号，它这里呢也满足假阳真底的条件，它为4号 K 线，昨天的3最高价是不是比2和1的最高价都是降低的？所以4号 K 线它是假阳真底在支撑位上产生。第一点，不能被收盘跌破超过2天，破了那么模型就不成立。那不破，最好收盘快速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是再次上涨回调的做多点。这是在空间上我们去观察的特斯拉启动信号，只要收盘突破昨天阳线高点，才是比较安全的日线做多点。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讲一下短线的策略。我们现在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那么从动能 K 线来看，其实当下和指数是一样的，它依旧处于下跌红灯的序列当中，目前是没有绿灯，还是在惯性下跌。但这里大家要注意了，纳指的下跌已经是创了前期的低点，而目前特斯拉的回落呢，它不要说创前的低点了，它连前面大阴线的高点都没跌破。所以比起纳斯达克指数和市场当中大部分的个股来说，特斯拉目前不只是前期反弹的领涨龙头、领涨标的，它目前的回落回调也是极为的砍跌，极为的强势，说明内里的资金是还没有完全的离开的，还是对其有比较大的信心。所以在指数快速下跌时，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破位，所以特斯拉依旧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只是我们最好是相对短线的波段去操作，前期因为一个结构反转，我们是赚了一波，那么现在回到支撑上，能不能再让你赚一波，就看一下能不能在这里产生买点。如果有买点则去做，没买点则继续观望下一个支撑。这里呢，我们稍微讲一下今天是否会产生绿灯。看到今天日内的高点压力是 259.86， 突破它才能出现绿灯，而股价的低点支撑 242.66， 跌破它才是一个红灯。如果今天继续跌破 242.66， 那么这里止跌则是异想天开，股价还有看下方的空间的一个机会。我们再看到资金层面，资金层面目前没有太多的表现，因为它没有转射，同时也没有下穿和上穿。大家注意了，纳斯达克指数目前是下穿了，所以有低点变盘的嫌疑，而特斯拉还在回调过程当中，离低点变盘还有一段距离，但同时也说明了它的资金流出是不如指数的，指数流出的更加厉害。在资金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的关键 K 线，就是前期的这一根上穿 K 线，本来应该是高点变盘，但最后呢是没有成为高点，略微下破回落小高点之后是被创新高了，所以这个地方它也能说是一个支撑区域。就股价为什么跌到这里能够出现低开高走，肯定是底下有关键的支撑区，它这里是前期的变盘高点，也是大阴线的高点，所以这里它守住就有机会是一个回调再启动的机会。以上就是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价格反弹上方的空间压力不足以去突破之后呢，回落，这个回落又创了新低。好，创新低的过程当中还走了一个 N 日型的结构，我们说它是不是一个略微的 M 日顶，然后破位了呀，走了一波下跌。那么大家注意了，因为这个 M 日顶
酸头它的价格是比较小的，所以它是一个小级别的看空结构，跌破之后走了一波单边下跌，那其实对于空方来讲利润是足够的啦。这一波下跌属于已经响应了前方这2个高点下移 M 日头的破位的效果了。那目前呢是重新回到前期低点，并且它回来到了103附近。昨天股价下跌时是碰到了103点几啊，阿哲不太记得了，但整体离103是相差不远。所以这一次股价的下跌又再次的碰到这附近的支撑，那我们认为这个支撑是再次有效生效的。而它是不是还是一根假阳线？左边是3号 K 线，3比2和1的高点都低，所以4号 K 线为假阳真底，它的低点也不能被跌破啦，高点最好能被突破，突破则意味这里是一个双底结构，再次看涨。整体的压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前期的这个小小的颈线位，而后呢是这个高点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它的红灯呢是只有一个的。那么一个红灯之后，惯性的下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再次的绿灯，但整体下跌力度其实比特斯拉弱一点点。我们看到变盘的 K 线，前期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下穿，但是下穿之后呢，是不是就出现了破位？所以这里不是低点变盘，还有延续下跌空间，是不是又走了一段距离，最后达到了103.65，离103是仅差分毫。而如果你有所关注，当前的英伟达其实和指数一样，很多个股在最近出现了破底翻的现象，盘中打破低点而后又收回，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上周所讲的流动性清少的现象？所以这一根 K 线我们是要很去关注的。很多个股在周一时所产生的 K 线，如果是破底翻的话，你要特别关注；如果是假阳真底的话，那么更为共振，你要特别注意。在技术面上，它如果能被突破，这是机会；如果再次被跌破，那么说明空方再开新仓。在价格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英伟达何时会变成红灯或者是绿灯。我们看到它的高点压力是 109.668， 收盘突破则是绿灯，那么彻底我们可以看一个反弹。它的低点支撑是 102.363， 再次跌破则空方继续，它再次是一个红灯，并且有效跌破前期低点。以上就是对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一支标的是 SQQQ， 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讲解以上10只标的的短线策略分析。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是 SQQQ 的日线图表，在指数出现了假阳真底之后，我们说纳指有机会反弹见到低点，而 SQQQ 呢，它则是一个决策的假阴线。那决策假阴其实一样的，它的实体下沿如果被跌破，就确认这是一个高点。同时，这一根冲高回落是不是属于一种相对的突破失败？它盘中突破了，但最后回落了，对于前期的这个区间没有有效突破，是不是 SQQQ 走到这里，从上周绿灯开始，我们说可以去埋伏买进，在这一天突破它的高点之后，我们说继续看涨，那么连续的上涨，连续的绿灯，那么走到这一根冲高回落的 K 线时，空头走到这里，短线已经很值得了，所以这个利润足以让我们去短线进行获利兑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落袋为安。而你再看到它的底下是不是一个上穿 K 线？我们说上穿 K 线则有可能是高点变盘，下穿 K 线有机会是低点变盘。前期这里出现了下穿，但是它不是低点，反而被跌破，所以还会下跌。那么前面这里呢出现了上穿，但是高点立马被突破，所以不是高点变盘，还能够看涨。那么这个位置是否能够重演之前的这种现象？它不是高点变盘，还能继续被突破，那我们就注意了，这就是一个上涨时遇到的决策假阴线。那么这根阴线只要结合变盘高点的现象，收盘把它突破，我们空方再次进场，再次买入 SQQ， 再次可以去看空美股。但在这根 K 线在完全明确，在决策方向明确之前，正常来讲，空方就老实等待观望，而多头等待收盘突破它的实体下沿，再去看多。以上就是通过 SQQ 我们间接的去反映到目前美股的一个环境。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何时会出现红灯呢？价格走势关注它的低点支撑 38.23， 跌破就是红灯，那么美股则进入反弹周期，高点是 41.31， 突破则是绿灯。我们知道昨天最高价是 41.2， 那么如果出现了绿灯，那其实也说明收盘价呢顺便突破了这个高点，那么则继续的看多 SQQ 和看空纳指。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我们会发现纳指金融其实在昨天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假阳针底？假阳针底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产生，像之前这些位置是不是也是假阳线，但是它们都不是假阳针底，包括这一天也不是。而当前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也就昨天产生了假阳针底，而在之前啥时候有出现过假阳针底？是不是像这里曾经产生过假阳针底，不过后续被跌破了2-3天，然后才突破的，所以没有给到一个特别好的入场机会，它的假阳针底没能够在此去产生买进。像高位这里也是假阳针底啊，价格反弹之后，它是不是没有出现特别有效的突破？突破一天第二天又跌落了，那么这种位置是不能够去交易，要小心了。那么前期行情启动之前，当时在中概股启动之前还在低位时，这里也是个假阳针底，而后呢出现了一天的跌破，而价格的高点这一天突破了，但只是都是阴线，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所以你就要等在这个区间之内等一个买点，而后回落没有跌破的，再次的去看涨。它是在3天之内突破，并且没有出现2天的跌破，所以一直呢可以保持关注这个假阳针底。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这个假阳针底能不能产生机会？第一点保持关注，不要跌破2天高点，最好快速突破。当然如果是阴线的话呢，就最好等一根阳线再买进。这是通过假阳针底所观察的一个价格表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而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动能和资金层面了。在下跌时，其实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出现过绿灯 K 线，一直是红灯，所以价格走势没有一根特别强势的阳线的产生。它何时会产生呢？看到今天的高点压力7678.06，如果收盘突破，则说明它是一个绿灯 K 线，同时也会构成假阳针底的买进条件。如果是一根实体阳线的绿灯，那么就说明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在这里可以再次的看多。第一点支撑是7521.78，收盘跌破就是红灯，那么就延续看跌了。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很明显也是一根假阳针底 K 线，因为前方基本上是高点降低的，高点下移的。那么看到 Meta 它也是跟指数一样出现了下穿 K 线，则有机会是低点变盘 K 线，上穿 K 线有机会是高点变盘，是不是前期的反弹就是以上穿为结束？那么前期的高点这里呢是一个下穿为低点变盘，但不是低点变盘则延续下跌。那么下穿上穿不容易出现，现在又产生了一根下穿 K 线，那么 Meta 会不会是低点 K 线？会不会以此产生低点？叠加假阳针底和 BBD 的低点变盘，这里一旦突破，则再次的看多 Meta。我们现在告知大家怎么去看到今天是绿灯还是红灯。看到高点是 577.53， 突破则为绿灯，低点是 552.13， 跌破则继续为红灯，继续看跌。下面我们看到苹果的走势一直保持亮灯，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说明它的多空博弈特别的剧烈，而且目前没有完全出现结局。在之前我们说过，这里如果连续转灯，就是绿灯红灯绿灯，亦或者是红灯绿灯红灯，只要走出这种现象，其实就说明你最好等一等，观望一下，最好等待一根没有灯出现，亦或者是连续的2个同时的灯，就说明变盘已经确定。像前面这种红灯后绿灯就2天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买入的信号。好像这种是3天都有灯的，那么你就注意了，绿灯红灯绿灯之后，下一个交易日如果看涨，如果上涨，那么后续一段时间变盘上涨。好，那么这一天之后呢，又连续的转灯，所以当前的方向其实不是很明确。按照最新的3天来看，这里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从价格走势来讲，昨天很多个股都没有绿灯，苹果能走出绿灯，所以苹果是强势的短线的个股标的，资金上肯定有问题。而在变盘方向来看，
最好能够等一根没有灯的阳线出现，亦或者是再一根绿灯的阳线出现，苹果再次彻底看涨。但如果下一根 K 线收的是红灯，那么就继续延续变盘，还是没有方向，亦或者下一根是下跌 K 线，那么就小心了，变盘向下。底下的资金呢，没有太多的异常，异动 K 线就是连续走为流进之后的流出，它呢可以作为一个支撑和压力来看。也就是说，在 K 线上如果能够再出现一根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同时是绿灯，亦或者是上涨阳线，在这一个连续转灯之后，就说明方向选择了苹果看涨。而在这种现象出现之前呢，不要盲目的或过多仓位的做多苹果，要小心还有转为向下的可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从何而产生。低点支撑 219.18， 高点是 228.57， 那么收盘突破高点说明是绿灯，跌破低点则是红灯。我们看到 MSTR 保持下跌，但同时也是假阳真底加上下穿的 K 线。这一个下穿 K 线呢，要关注好了，前期这个位置怎么去买进的，还记得吗？老同学们，我们是不是通过下穿 K 线去买进的这一个位置？这一天下穿又是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动能 K 线为买点？而价格的低点变盘是通过突破确认，突破之后是不是再次加仓买进？所以这里不管是动能 K 线也是看涨，低点变盘也是确认，所以这一波上涨是完完全全可以用这一套方案去把握的。而现在在连续的走出下跌之后，是不是出现假阳真底，下方又是一个下穿 K 线，又是低点变盘的可能？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如果低点变盘 K 线低点被跌破，则继续看跌，不跌破突破它的高点 BBD 告诉我们这里是低点变盘，这里可以看涨。而假如能够再加上一根绿灯 K 线，则效果更佳。今天的绿灯看到高点压力是 291.577， 低点支撑是 269.492， 收盘突破高点则为绿，收盘跌破低点则为红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下穿低点变盘，再加上绿灯 K 线，那么就能够明确看涨 MSTR。因为指数环境还不是很乐观，所以这里的看涨依旧看的是短线为主。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很明显也是假阳真底，同样也是下穿 K 线，所以阿哲说目前的美股有机会是绝处逢生，就是很多科技股都出现了下跌时的假阳真底 K 线，并且又是下穿 K 线低点变盘。而我们看到 PLTR 这一波下跌目前差不多的和 MSTR 没有出现绿灯，那么就同样去对待，能不能够不跌破反突破并且出现绿灯，就是关注的一个方向。看到绿灯从何产生，我们看到高点压力是 84.525， 而低点呢是 78.625， 最好在今天就出现绿灯，那么彻底能够低点变盘看涨。下面我们来到 ABGO 博通的表现，其实低点呢前期已经出现了，但是被周五跌破，然后周一呢再次探出一个低点，而后我们看到它是不是假阳真底的 K 线？从价格的图表上来看，肯定是比大部分的科技股都是要弱势的，但它有机会出现之前没有反弹时补涨的现象，亦或者是超跌反弹的现象。现在呢没有低点变盘，连续流出 K 线也没有流进，所以博通它不能够作为特别好的一个做多的标的，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看一下，最好能够有一天翻绿，而后把翻绿 K 线高点突破，它意味着也是低点方向看上。而现在不管如何，它不是一个最优的做多标的，还得要继续观察多那么一两根 K 线，我们后续再去讲到。而这一天 K 线因为是假阳真底，所以同样的，如果您是看好博通的，那么以假阳真底去直接操作也没问题，突破在这里看涨也是 OK 的。我们来告诉大家如何去看到它是否是红灯还是绿灯。今天的高点是 167.685， 突破则为绿灯，低点为 160.365， 跌破则为红灯。我们再看到谷歌的走势也是偏弱，我们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它已经是出现了下穿 K 线，有机会是低点变盘，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下穿，包括这里也是下穿之后呢是低点，但它没有突破，就说明力度不够，它也是低点变盘了。好，高点呢被突破之后是不是略微产生反弹了？
是不是每次下穿都是有支撑的？那么下穿 K 线是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出现了低开高走是上涨的，所以它不是假阳真底，但它的低点变盘是提前的，提前产生的低点变盘意味着提前市场止跌哦，所以谷歌呢也相对可以关注一下。虽然不是假阳真底，但如果出现绿灯 K 线，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去把握中反弹的机会，但也只是反弹而已。我们现在看到它的红绿灯的表现，高点是 159.140， 低点是 154.220， 价格整体的走势突破高点，绿灯跌破低点是红灯。这里提醒一下老同学，如果记得的，这连续3天的下跌其实是砸盘阴线，它同时也跟指数也是一样的，指数也是砸盘阴模型，而根据砸盘阴模型，这一根阳线的高点突破也是做多点哦。再往下看，看到 SMCI 在反弹到170天均线之后，出现了如期的压力，而后下跌，这是一种很明确的熊市的结构。之前哪怕反弹涨过，但是依旧处于熊市，所以单边的上涨很多时候不能改变市场，而后回落之后呢，170天均线还是保持的压力。目前这里呢是假阳真底模型，但它的下穿 K 线也是早就过去了，这一天下穿低点没守住，依旧延续下跌。目前最好和博通一样对待，最多是超跌反弹，最好等待另外的资金出现流进之后的突破。而这里以假阳真底操作也行，但它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方向，只能说有一个价格模型在这里，但是否做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高低点支撑压力，高点日内今天是 34.405， 低点今天日内是 31.975， 突破高点绿灯，跌破低点红灯。最后我们看到中概股拼多多的走势，目前的下跌还没有再次的跌破170的均线，所以这是一个还算好的现象。但不太好的呢，就是下穿 K 线它已经被跌破一天，不过跌破这一天呢是10日新，我们更加认为10日新还不能明确证明有效跌破，最好今天能收阳站回前面低点变盘的最低价之上，这说明低点变盘依旧还是有效的。因为昨天是阴线，所以不是假阳真底，昨天呢就是一个10日新。今天如果能有一个强上涨阳，那么有机会呢跟特斯拉一样走出一个曙光出现的反转现象，也类似于早晨之星。这根阳线的幅度最好能够到这一根阴线的一半附近或以上是最佳的。在此之前则小心不要盲目的做多，因为目前你看到红灯绿灯红灯是不是连续的转色，它也是连续有灯啊，但是变盘只有这3天。好，变盘之后呢是下跌的 K 线，所以整体来讲从 K 线上看方向大体向下，所以除非有一根很明确的反转阳，不然的话呢先不要轻易的做多。看到今天是否能够出绿灯，绿灯日内高点是 118.815， 低点支撑是 116.825， 股价突破高点绿灯，那么则有机会构成曙光出现反转 K 线形态，跌破低点则为红灯，继续往下去看，变盘则确实往下了。以上就是4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解析，也是阿哲在4月份第一个行情解析视频。来到美股绝处逢生时，一倍空间关键支撑纳指会否跌破，这是接下来的方向选择。4月份能否走出强势的反弹行情，那么关注假阳真底是否能真成底。但这里呢，建议空头能够稍微休息，不要过于贪婪，能够相对落袋为安。多头则紧盯盘面，小心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再次反弹。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